待会儿啊，让小郑带着你们去集市上转一转，走访调查啊。刘二林说他认错人了，那他和他的辩护律师就应该想办法去证明这一点。为什么我们要去帮他证明啊？这不归我们法院管吧？你要是查证据、找线索，那是公安和检察院的事儿。我们这只要看到他证据不足、事实不清，要么退回去补充侦查，要么咱就判无罪就好了嘛。咱查什么呀？行，去不去，你们自己定。哎，陈忠！哎，栗子，走呗。去哪儿啊？走呗。不知道。不是，去哪儿啊？同志，有您的信。你们好。哎，你们找谁啊？我们是政法大学的学生，来南云县法院实习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昨天在法庭见过你们。来，走。法院实习生，你跑我们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我们昨天旁听了刘二林的案子，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。哦，这个案子不能跟你们讲，我们还忙着呢。啊，没事，只要不违规，咱可以聊聊。来，走。不用麻烦。算，其实就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刘二林是持枪抢劫呢，还是像他自辩说的开玩笑？我们认为有用吗？这当然有用啊！你们是他辩护律师啊。啊，当然，刘二林的说法呢也是有可能的。那为什么不展开事实辩护，就直接说他是初犯午犯？这不等于承认他持枪抢劫了吗？李江，谢谢。人家有疑惑，你给解惑。是这样的，我们王老师呢是出于保护被告人的用心，如果我们按无罪辩，法庭不采纳，还会说被告人认罪态度不好，反而对被告人更不利。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提的问题特别尖锐啊？王老师，我们是学生，就是想探讨。学生怎么了？学生就可以满嘴话架子，啊？行了啊，我们要开会，不留你们了。不打扰了，谢谢。没关系，我们确实忙。你们是人民政法大学的？对。怎么样，有收获吗？就这种几个谎，跟聋子耳朵似的。哎，聋子耳朵还有灭管作用。他们也不容易，夹在检察院和法院中间。那他们说你要是辩护的话，反倒会加刑，这不太夸张了？先走吧。这大学上的都上傻了。其实他们问的问题，也一直是我心里想的。李湘，现在什么时候？不打勤的，不打懒的，专打那不长眼的。我可提醒你啊，你手上那个强奸案，你要按照咱们之前定好的基调来编，别强出头。不是，这个不更明显吗？是通奸，不是强奸。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
你就自己辩去。是好歹。那正好，您不想辩，我跟李湘打好。哪儿都有你是吧？我去大点开始。老王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再去请示一下洪主任。随便。谁说不是呢？本来我想着分到司法局，怎么也得让我管几个人吧，没想到给我分到这么一个憋屈的地方。哎，进来，就这样啊，我就给你打来人了啊。坐，我占有，坐啊。主任，我有个案子想跟您请示一下，什么案子？你说。就是那个县一中叫乔治良的老师的案子。哦，那个案子呀，那就是个禽兽啊，连自己的亲侄女他都下得去手。那女孩是不是后来自杀了？啊，得毙呀！不是，主任，我是反复查看了他的案卷材料，我怎么看都不像是强奸。那理由呢？这俩人保持关系起码1年多了，而且学校里的老师同事早就知道了，而且他每次去被害人那儿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，有时候还在那儿过夜。你想想，哪有这种强奸啊？最后一次被他老婆撞见了，女孩子觉得丢人，一时想不开脱药自杀了。但是这种事儿也不少见啊。李湘啊，你啥意思？那女娃活该呗？不，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个乔治良绝对是个王八蛋。但是法律总归是法律啊。你说简单点，我不太懂。检察院是按照强奸致人死亡提起的公诉，强奸、通奸一字之差，一条人命。那他不该死呗？道德法庭上该死，但是真正的法庭上，我觉得我们……行，你不用说了。就是说，就算他是一个王八蛋，他也有权利为自己申辩。他如果想为自己申辩，咱就得帮他，是这意思不？对。哎，他家是城里的吧？看出来了，啊，人法律世家，什么是世家？家传，从小就知道自己要当审判长。哦，回来了啊。有收获吗？1天了，啥也没有。师傅，我认为这个案子的犯罪要件已经基本齐了。如果还要认为主要事实不清的话，可以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、补充证据。啥叫犯罪要件？你学过法律，吴老师跟你说不清楚。师傅，以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，完全可以以证据不足判他无罪啊。我先回家。哎，刚刚那笑啥呢？扮幼稚呗，笑啥？咱明天还去吗？我明天不去了，我得给家里挂个长途，有点急事。我明天也有事，丁院长有任务，那先这样。看你怎么跟程建民有点卦象呢？招你惹你了？他今天跟我说要当审判员，我全是这种半路出家临时抱佛脚的。
中国法治建设什么时候走到正轨？不好意思说的。你这还不好意思说的呢？你就差点说他是法盲了。嗯，谁弄的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哦，小陆啊，哦不，小鱼，小陈。小陈，陈一仲。哎呀，你们一下子来了好几个，我一时分不清，啥事儿？啊，师傅，我是想问，您心里是不是觉得刘二林根本不是抢劫？你是说我有意包庇？那不是。我知道，你们几个看了庭审，觉得我们基层法院的人不懂法、不专业、不讲原则，净瞎搞乱来啊！我没有那个意思啊。刘二林是个二流子不假，但要说他有胆子抢劫，你要说我先入为主可能有点儿，但要说包庇，嘿，不敢。现在正是非常时期，严厉打击刑事犯罪。我这手一松一紧，可能就是一个人的一辈子。那如果我们后面找不到新的证人呢？那就让他坐一辈子牢呗，把牢底走穿。那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师傅，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个时期，我们才更应该还刘二林一个清白啊！你怎么就知道他是清白的呢？就凭我跟你叨叨两句？不是，在法庭判他有罪之前，我假定每一个被告人都是清白的。假定？对啊。你这个假定，放在法庭上，搁在眼下，比放屁响不了多少。啊，你要怕麻烦，就不用去找了，算他小子倒霉。哎，干点什么不好呀？给他辩护。不是，等会儿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就是个录音机。你到底是电视台的还是法律顾问处的？我是律师。这设备我们这儿不能用啊。同志，我单独来见委托人，我就录一个音，万一以后有点啥事儿，对咱们也是个保护。那得问我们领导。那你问去呗。你好，乔治良，我叫李湘，是法律顾问处派来的，你的律师。你同意委托我为你辩护吗？别辩了。乔治良，是这样的，法律规定呢，有可能判死刑的案子，都必须要有辩护人。这里是辩护委托书，同意就签字。起诉书呢，指控你强奸了你的内侄女魏三妹，对此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有。那你是承认强奸了她？到底是强奸，还是通奸？5个案？一个审判员带5个小朋友上班，你说当事人看到了，
说审判员的权威性都受多大影响？我还帮着换尿布来着，不熟练，弄了一手小孩屎。哎，对，就是这只手。你闻闻臭不臭？臭不臭？来，我晚上没有喝粥的习惯。而且他还是西华政法毕业的，可惜就可惜在这儿。西华政法毕业的回来生我，这大学白上。但他业务能力很强啊，他今天没有审案子，带着孩子看了一天的案卷，还接待2位当事人，是吧？嗯，他看案卷特别厉害，就看1遍就能把里面的要点总结得清清楚楚，顺便呢把里面的问题都梳理得清清楚楚，非常了不起。先观察观察吧，实在不行我跟丁院长反映一下，换个师傅。咱是来这实习的，又不是来这换尿布。我不要，我们俩就是喜欢换尿布。我多余。你就愿意换尿布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个杀人案，被告人邱阿贵，不到17岁就被爹妈许了人了，为的是换一笔彩礼给他弟弟娶媳妇儿。当时他弟弟还不到14岁。在南云农村呢，男人打老婆还是挺普遍的。邱阿贵从嫁过去之后，第2天就被打，一直被打到她成为3个孩子的妈。这个邱阿贵什么时候产生的这个念头，估计她自己都说不好。但是人但凡有点希望，都不至于走上这条绝路。妈，我怕。不怕，你爹以后不会再打咱们了。我把我男人杀了。检察院建议判死刑，压在我这儿已经2个月了。师傅，咱们是县级法院，也能审死刑案吗？以前不能，但是现在不是严打吗？所以县级法院也能审死刑。死刑复核权原来是在最高院的，现在也下放到省里了。新中国都成立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有人拿亲生女儿换彩礼？因为穷嘛。是。穷苦和战争最悲惨的牺牲品，往往是妇女和孩子。要改善妇女命运，就要先从改善经济和教育开始。那师傅从西华政法毕业不？不是老张这啥意思呀？话聊3分，意见不详的，这等着咱们跑断腿呢。其实他说的很简单，就2个字：证据。我们之前一直忽略一点，刘二林说他认错人了，但是认错的是谁我们不知道，对吧？如果找到这个人呢，很可能是个突破口。法庭能采信吗？还有4个字儿：内心确信。找到这个人，我们一对比发现背影确实像，那刘二林很可能在开玩笑，对吧？再结合这个案子的其他因素，基本上就能确认刘二林是开玩笑，不能按抢劫罪判了。对，行，你快你别跟我玩文字游戏了，你就跟我说老张那话啥意思啊？跟老油条似的。那预告员他咋不来呢？是不是闲着案子巧事儿又多呀？鸡贼似的。他不是家里有事儿吗？想来他也来不了。走吧。救不了杜小辉，至少能挽救你自己。这事儿会跟你一辈子的。
走，咱回去。回哪去啊？回去接着问呢，就算问上1年，也得把证人找着。走。不是，那都就问几十上百人了，实习1年找证人找半年呢？他就是跟人家瞎胡闹呢。刘二林，这个地方不太好使，就跟缺块东西似的。哎，要我说呀，那抓进去教育教育2天也好。嘿，你是记者呀？啊，不是，我是法院的。哦，哎，这不就是个瞎胡闹吗？还够上判刑了？他这个事儿得看定性。那如果算成抢劫，那得判15年；如果就是开玩笑，那就15天的事儿。大哥，您刚才说刘二林可能是认错人了，他是认成谁了呀？我琢磨，是不是来顺呐？来顺。刘二林平常总欺负人家。这个来顺家住哪儿啊？死了。啊？前2天呀，被拉木材的大卡车给压死了。谁死了啊？有，都在这儿呢。坐。院长，院长，我想知道，邱阿贵这个案子，准备什么时候开庭啊？能争取死缓吗？爹已经没了，给3个娃娃留个妈吧。方淑梅啊，看看形势好不好？啊，她婆家纠集了几十号人，天天在县政府闹。啊，好了，看看吧，血书都送上来了，县里的电话是跟催命似的，再不判，天下要乱了。这可是故意杀人呐！啊！可是院长，我理解他是怕被打死，害怕极了才先动的手。严格来说，都可以往正当防卫上靠靠。看来我这还是欠业务学习了啊！好啊，小同志，来吧，你给我讲解讲解什么是正当防卫。哎，正当防卫是指趁他男人喝醉的时候，咔嚓咔嚓几十刀，把脸砍下去一半，人都认不出来了，这就是正当防卫，是吗，大学生？丁院长，说。那鉴于她丈夫经常殴打她在前，能不能对她从轻处罚呀？哎呀，你们上过那么多学，有没有上过这样一课？那就是当法律没有办法脱离社会现实的时候，该怎么办？您指的所谓的社会现实，就是男人可以随便打老婆，但是女人一旦反抗就要被法律制裁，是吗？我们这儿的社会现实嘛，就是很穷，很落后，很多男人都打老婆。那不能这么说的。你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我当然知道这是一种陋习。啊，我一直都认为，打老婆的男人全都是王八蛋，全都应该抓起来。我说过吧？你一直这么说。但是不要忘了，这个观念和这种行为，这不是短期内咱们能改变的，这不也是社会现实吗？现在这个情况这已经这样了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案子如果不判死刑的话，将来老婆砍男人的事情可能会越来越多的。这逻辑都歪到哪儿去了呀？您怎么不说是邱阿贵杀鸡给猴看，让那帮王八蛋再也不敢打老婆了呢？不是他，丁院长，他不是说您歪，不歪吗？啊？不歪吗？就是歪呀！这不还是歪，我歪好吗？
哎呀，我说不过你们。现在这个情况，你们也都知道了。王淑梅，自己看着办啊。方老师，您叫我方老师。奇怪吗？你是我们院里学历最高的，你觉得，如果按照新的刑法，他够得上死刑吗？够得上。就算那个来顺还活着，就算他跟被害人长得像，那也是推论，在法庭上没有办法作为证据。这么基础的东西，你们不知道吗？老张就是故意折腾的。是不能当成证据，但是可以影响审判的公正性。词儿还挺大用的。哎，不是这位干部，哎，你别溜达了。再一个，你哪儿那么多便宜话啊？我说什么便宜话了？我们腿都快跑断了，你干嘛呢？在屋里头思考中国法治该去向何处啊？我是不是跟你说了，我家最近有急事儿？就你有事，你事儿咋那么多呢？全国人民离不开你呗？证明我忍你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让你忍的吗？打我呀！你们不觉得自己很幼稚吗？不是他怎么还生气了呢？我们今天跟师傅研究了一个杀夫案，他情绪应该受到影响。什么杀夫案？为什么？因为苦难和不公，他绝望的时候没有人帮他，他反抗的时候又被法律惩罚。没关系，我习惯了。这个人就是嘴欠。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出什么事儿了跟我说说呗。村里那些破事儿，你不会感兴趣。是包产到户吗？我们家分了6亩地，只有2亩是好的。他们现在想拿坏地去换这2亩好的，说是换，其实就是抢。还有这种事儿啊？听上去像个笑话吧？那在我们那儿就是大事儿。我今天给大队打电话，说要跟我爸说说，他们故意的不让他接。我觉得你应该回趟家。回去干嘛？跟村支书打一架？不是，只要你回去，对家里就有用，至少对你爸妈是个安慰。刘远，哎，我用热水烫过了，里面装的凉白开，路上喝。谢谢。吃的也拿着，火车上不收粮票，买吃的贵。回去一定好好跟那个支书讲讲理。讲理归讲理，千万别冲动啊！放心吧。张立慧，一路平安。嗯。咋啦？好。这没咋收呢。你自己来就行。哦。谢谢，是你帮我下的决心。
老爷，这个全国粮票您带着。我走了。哦。怎么这么多？给我的你们怎么办？老陆淘的，他自个儿不好意思来，让我替他给你道个歉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没他那么小心啊。这几天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你自己小心点。嗯。这都装吗？不用。刘炳胜在我们这儿做了3年陪审员了，就找他。他是个男的。啊，南宇也不是每个男人都打老婆，至少我不是。你结婚了？啊？没有。你放心，不是我说你相信我，你找老刘就对了。好，谢谢啊。没事，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啊，那个是你的。哎，谢谢哥。那个是你的，拿回屋里吃。谢谢哥。哎呀，你老官儿还是个教员，这点小酒就算不好。你说他喊你回来干啥子没？哪个喊高原回来？我没喊。啊，我自己回来的。老汉那件事情我们占理。春柳城堡合同15年不变，除非是我们自愿，要不他们就是强迫。任子书晓得自己理亏，要不使那个花招。说啥子花招？明面上是老唐家闹换不公，要给我们换地，其实背地里就是他指使。老唐家把我们地换了，再转给他，都明白是这个道，又不好点破，吃哑巴亏噻。我等一下就去找支书。不能去。为啥子不能去呢？我去讲理又不去打架，没得用哦。啥子意思没得用了？已经换了。高原，38。高原回来了！哦呀，你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哦！当年你到北京去读书，我跟你说，我还给你爸20块钱资助你。是吗？我回去问一问老汉。哎，要是有的话，我们凑钱还给你。哎，你说那些，哎呀，你走。哎呀，走。哎，听说你们屋头分了好几亩哦。是嘛？后来非叫人家两头的家换了2亩，凑了6亩。你不乱说的嘛？我们2亩是……哎呀，好，今儿不说那个话题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大学学的啥子专业？法律，我是学法律的，在政法大学。毕业之后呢，可以分到法院、检察院都可以。我也想过，不行的话，回到县上或者镇上，去司法部门工作。直属到时候要多多关照。你分回来我就不同意了噻！你恁个高的学问，好不容易到北京去读大学，回到那个穷的地方来，不是大材小用了吗？你到北京能发挥的更大的作用。留不留北京是我的事情，今天说的是分地的事情。哎呀，唐慧云，明天你把2家弄在一起，好，按高原说的办。哎，他家那3个儿子不干呢，眼睁睁看到吃亏呀，人家。吃亏是福，哪有不吃亏的呢？不是吃不吃亏，是根据地的那个政策的问题。听我说嘛，说到政策哈，按你来讲，你爸是教师，就不能分地。我老二不是编制，是民办的。是民办的噻，花儿哪有样样红的呢？又要拿国家的钱，又想民办转正，还要分地。你说啥子东西都让你们占了，乡亲们，我总得给他们一个交代噻。别当过学生干部。当干部最重要的是啥子？1万水端平。当干部最重要的是公平公正，不是1万水端平。我这个1万水端平是一样的呢？哪个不行？你不作词只说，高原没有说啥子不中人话吧？没有，只是说你教师资格的事情。你们不是要换地吗？快点，明天把地换了。哎，不用，真的不用，我求你了，不用。好吧，听我。
咋子？高远，你冷静一下，你不得去，你不得去，你冷静一下，咋子你冷静一下。哎呀，陈壮啊，不是你是不是上瘾了呀？就这么直不愣登瞎问呐，能问出来啥呀？你不问不更不知道吗？就是问了也不会掉块肉。那个刘二林的证言不就是你们问出来的吗？那能一样吗？那圈贵这是杀夫案，这刚几天啊，我这腿都练粗了。你再说了，你俩怎么就不能自己骑啊？非得人带啊？你大老爷们儿卖卖力气是应该的。别会儿，你上我车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哦，你没他胖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垫着屁股。走啊！走。要不换我骑会儿？驾！啊？驾！什么？驾！走，快！滚！滚！大妈，大妈！滚！哎呦呦！你再不滚，我挑人了！你别生气，阿姨。我儿死的这么惨，你们还替凶手说话！滚！都给我滚！我们不是替谁说话，想问一问，我们想了解事实。阿姨，大娘，大娘，阿姨，哎，没事吧？这怎么这么臭呀？猪粪！你就站那儿，你千万别动啊！我脏了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哎呀，这是什么样的妈养什么样的儿？哎，换你没准泼硫酸了。就你那性格，你性格好，刚强。我觉得问他没用。为啥呀？在农村，血缘比什么都重要。我觉得你去问问他们。也行，我问问。哎，你没弄干净的，低头低头低头。你快歇会儿吧，就你身上那味儿都把人熏跑了。我来吧。大妈，你好，我们不是坏人，哎。来擦擦，啊，擦擦。你好，我们是县法院的，想了解一下黄林堂家的情况。行。我看这个村子的人都没法要。对于他们来说，邱阿贵是个外人。外人？那他们不都从外面嫁进来的吗？那不一样。不是例会的意思是，阿贵他这下子不光是杀人，他这一下呢伤害了全村人的颜面和情感。男人打他那是自己家里的事儿，这一打他就杀人，那以后别人家还怎么整这家庭，对吧？嗯，被拴死在这儿，忍不了，跑不掉，往往就会走极端，甚至寻死。哎，我之前听社会学系的说啊，农村妇女自杀率高的惊人，说出来能吓你没票。那咱们就白来了。我不甘心。你不甘心有用吗？你就算问出来了，人家能给你出证言吗？那人家在这村里怎么待呀？那就眼睁睁看他判死刑，什么都不做是吗？我说句你不爱听的啊，咱们在这做无头苍蝇，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个儿。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？我满足自己个儿什么了？无能为力的正义感呢？
我这话不单包括你啊，也包括我。哎，我不像那预告员似的啊，批评别人前先把自己摘出去，我更擅长自我批评。哎，这个真的很烦人，我跟你说，真到了。你驮着他啊，别管他，别管。我必须要跟你理论。这个，我怎么就满足自己了？女人，我怎么就满足自己？我不是。慢点儿。哎呀，这可怎么整啊？啊，同志们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哎，同志，你们是法院的？对，我们都是县法院的。我叫夏英杰，你也是这个村的吗？算是吧，也不算。我和邱阿贵是同村的，一起嫁过来的。我跟他一样，每天都挨男人打。我男人叫冯大志。再道别，时光也不回首，再沉重，青春也如海流。就约定，奔赴各自的路口，也要将同样的梦守候。有的花等了等又溜走，有的路崎岖多风雨骤。别担心，疲惫了就无从解忧。我微笑代表懂你感受，那些委屈苦痛蔓延在夜的尽头，也曾追问自己勇气还够不够。有一颗心闪烁，仿佛在问候，那是你来时许下的梦。生活的渴依旧，不再脆弱的双眸，花开无声，就在不经意的时候。平凡的路，写就不平凡的梦。我会一直伴你左